还敢来？化神期修者要见我，我不敢不来。你知道我的修为，还敢只身前来，胆子倒是不小。对于你，我躲与不躲，没有任何区别。你倒通透啊！只是有自知之明罢了。敢问前辈，此次唤我来，所谓何事？所谓何事？亏你还说得出这句话！苏太乙这个老匹夫是你的徒弟吧？他借酒炼不朽丹为名，欺骗我们多年，浪费了我们大量的人力物力。现在鸡飞蛋打，他死的倒是轻巧，欠我们的债该怎么算呢？各门各派付出了多少，崇灵谷早已记录在册。那日苏太乙突然仙逝，大家怨念极深，不欢而散，确实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机会，可以详谈善后事宜。今日我来，可以告诉大家，崇灵谷不会欠大家的债，大家可以随时去崇灵谷查账，待账目查清楚之后，可以将自己的财货灵药悉数带回宗门。你在北乡和新邪庄的2个孽徒，帮着无双会那些魔道妖人残害我正派弟子，这笔账又要怎么算？在四合书库，我们双方确实发生了一点小冲突，但你们的弟子被青红教所困，也是我搭救的，一恩一怨，足以抵消。白宗英是当事人，他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如果你们想要问清楚的话，可以唤他前来。怎么会有这样此事？那平湖一战中，我族死伤的无数冤魂，又该怎么算？你这个战鬼族的余孽，还得清吗？你们果然都知道了。战鬼余孽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人人得而诛之。可能你们还不知道，我的身体里留有一半人族的血。我的父亲是一位仙门修者，所以我的身体里同时拥有战鬼族和人族的血脉。这些年我一直在人族游走，隐藏着自己的身份，就是担心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之后，引来杀身之祸，导致2族交战，仇深似海。我无力改变这个结果。如果大家还是觉得我罪大恶极的话，我也无法辩解。我此次来，只有一个请求。这件事与新梅、与新邪庄毫无关系。若有怨恨，尽管冲我一个人来，我愿一力承担。这间院子已经闲置很久了，刚刚打扫出来，你先凑合着住吧。这间房曾经的主人是谁？不知道，自我入山以来，这座景清院就一直空着。听说过去有一位长老住在这儿，但他已经仙逝很久了。
这是你的父亲很喜欢的一首曲子，你听过吗？他叫陆景然，是我的师弟。当年奉师门之命去接近你的母亲，直至他死前一直都在寻找你。对你来说，他不是个称职的父亲；对你母亲，他也不算一个合格的丈夫。但是对于人族，对于天元派，他是功臣。你在凡尘行走多年，应该能明白吧？在这世上，任何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，爱与恨也是这样。他先是人族，是天元派的弟子，其次才是我父亲。这一点，我不怪他。听说你的力量在逐渐下降，你在用蜕皮、削肉、剔骨、放血、换心之法，去除五不全的诅咒。李掌门有何指教？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都没有恶意。你是景然的孩子，也是我的子侄。如今，你还留有筑基期的修为，可见全盛时期的你，已经摸到了完美战鬼的门槛。你的天赋能力远超你的母亲，如此修为，就这样放弃了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比起长生不老、法力无边，我更希望自己活得像个人一样，背负着诅咒而活。漫长的生命，只不过是炼狱、受罪罢了。你是这样想的，那不妨就再等一等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世事无常，不要轻易下重要的决定，等一等，或许就会有转机。你之前的修为停滞不前，所以想和我一起回魏县生活。现在你是元婴期的修者了，想法有改变吗？没有，我还是想跟你回魏县生活，而且我都想好了，你不是医术好吗？咱们就开一间药方，日生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你治病救人，我就在旁边给你打打下手。如果修行界发生任何的大事，可能会危及很多人的性命，你会出手吗？会。这么肯定？作为修者，我这身道行来自这方天地的馈赠和万民的供养，不能只知索取，不知回馈。而且，守护世间的安宁，本就是咱们修者的天职。所以，无论修行界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不会独善其身的。我明白了。你不是要做个普通人吗？要这蔽日幡还有何用？此次回中原，福祸难料，这东西或许能用得上。这蔽日幡乃邪修所炼，专靠吞噬精血激发能量。你之前以战鬼之血献祭，虽然打败了教主，可你这一身战鬼之血也被抽得干干净净。日后若是再用，所激发出来的能量也会大打折扣，只怕还会遭受严重的反噬。我知道。师兄，师兄，今日新学的那式剑法我没太看清楚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？学的时候不用心，现在知道急了。明日斗丹10桶水，我就教你。多谢师兄。
我明日肯定好好学。哎，今晚放饭的时辰是不是晚了？不知道啊，我都快饿死了，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走走走，快走！哎。元启啊，早就跟你说过，跟着那白宗英没什么好下场，可你就是不听，就跟我能害你似的。别胡说，元启师兄是自己摔死的，和别的没关系。摔死他？哼，谁信呢？你信吗？还是你信啊？白师兄去哪儿了？这阵子都没见他。元启杀三七，他也没露面。不知道，他爱去哪儿去哪儿，跟咱们没有关系。白师兄去哪儿了？我写的信他都没回，来了几日也没见着他人影。不知道。你现在代替他掌管宗门内务，他那么大一个活人，去哪儿了？你能不知道？下山办事了。白师兄失了灵根，法力全无，他能去办什么事？这废物也有废物的用处。你说谁是废物？天元派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，再敢纠缠，我现在就废了你！谁？我是陆千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被抓来的？你战鬼的身份暴露了。先别管我了，我有事要问你。白宗英怎么了？昨晚暗中偷窥的人是你。请你相信我，我绝对没有任何的恶意。大概半个多月前，我给白师兄一连写了3封信，他都没回。我担心他的安危，就赶来看看。可我没有见到他。天元派的弟子都说他是下山去办事了。你相信？当然不信。白师兄灵根被挖，有什么要紧事要他去办？况且他什么东西都没带，其他东西就算了，竟连他一向佩戴的日华也留了下来。他身边有个极为忠心的师弟，名叫元启，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天元派上下一张嘴，口风紧得很，说是摔死的，可能吗？你认为这件事与天元派有关？我脑子很乱，理不清楚。那你这是准备要去哪儿？我要回师门，去找师父帮忙。你师父是灵寂山的掌门，能管得了天元派的事儿？那也好过在这儿干等，听天元派拿话来哄我。如果白宗英真的遭遇了不测，那他的处境只有2种可能：要么就是死了，要么就是被关起来了。以你对天元派的了解，你觉得他们会把他关在哪儿？
我是陆千桥。发生何事？青红教，薄日尊者在此。青红教背后果然是天元派。